相信大家在互联网上应该看到很多相关的资讯，就是说我们在上岸顶点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左手腕是放在一个比较平的位置。我自己曾经也说过，也做过类似的视频，但总体来说，如果假设我们让学员在上岸过程中感受左手腕是平的，它的效果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差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自己在上岸顶点究竟是这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子。大家好，我是 Jeff。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上杆过程中我们手腕的一个角度。那我们今天想要换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概念。那我们在正常握杆之后，假设我让我的左手腕放平，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腕其实它也做了一个相应的功能，它就做了一个类似托盘子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假设说我在上岸顶点，我的左手腕它不是平的，现在然后我把它变弯，那相对来说我的右手腕它也会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动作。就在我们正常握杆下，我们左手跟右手他们两个手腕之间的互动，他们是一起的，他们是一个个体。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教学，我们可以既强调左手腕平，也可以强调我们的右手腕托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这两者是一体的。那我们强调右手腕托盘子这个概念，它的优势是什么？首先，我们这个托是有一定程度的，就你没有办法再低了，它最低也就只能这么低。那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过多，知道吗？尤其对初学者来说，他们的问题更多是做的不够，也就是右手腕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有一个安全性在里面，它无论怎么样，它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右手腕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还能带来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右手肘它会自然而然的做一个外旋的一个动作。我们很多的球手在上杆过程中，他们其实右手肘是会这个样子的，但当我们去强调说 ，OK， 我想要你的右手腕更多托盘子的感觉，看到吗？它这个手腕跟手肘，它们俩又是一体的，它们俩又可以一个相互作用，因为很难做到。既要把手腕手肘这样翘起来，同时你的手腕又要放平，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所以一般来说，当我们强调 OK， 我们的右手腕需要有个托盘子的感觉，它的右手肘自然就能做到一个收肘的一个动作，也就是我们的肩关节的一个外旋功能，它能做到这么一个角度。那关于这个右手腕，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练习。那我们这里先说一下第一个练习。首先，我们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圆盘，在家的话，大家可以拿那种一次性的盘子，或甚至是一个任何平的东西都可以。第一步，我们先做一个准备姿势，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个上杆到顶点，然后在顶点的时候，我们需要它达到一个托盘子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让他的左手放下来，这个时候盘子没有掉下来，那就意味着他的动作是对的。那假设说我们做一个错误的示范，你看这个盘子它就自然会掉下来，这是一个名副其实托盘子的感觉。所以在托的过程中，你应该要感觉除了右手腕是一个放平，你应该也能感觉到你的右手肘做一个内收。这个样子，这两者相互配合，它才能做到这个效果。OK， 好，那带着这个感觉，我们再应用到球杆里面，这个效果就会非常好。OK， 确保是个托盘子，然后打。一开始的时候不用太在意球的方向，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做到，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分步骤的一个练习，球的效果是比较难预测的。再试一下，1、2，检查，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连贯的一个动作 ，OK，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去回看一下我们的录像，看一下刚刚这个动作下，我们有没有做到左手腕放平，或是右手腕托盘子这一个动作。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去练习，相信会很快的改善你的手腕问题。谢谢大家。